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如果说你最近想开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又或者说你想申请一张美国的信用卡，那么结果一到填写资料的时候，它直接卡在一个问题上，就是美国地址。首先一个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住在美国，那你哪里来的美国地址呢？但是偏偏呢，像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还有富国银行这些传统的银行，很多时候呢，它都会要求你提供美国的一个地址证明。那你没有一个地址证明的话，你的账户就开不了。没有没有账户，那你的信用卡你也申请不了一些什么信用返积分啦、信用返现信用分返现这些福利啦，基本上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很多非美国的居民呢，第一步呢不是卡在没有护照，就是卡在美国的住宅地址还有什么美国的这种水电账单这些地方。好，今天我就用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大家都能听懂的这个方式给你讲清楚。如果说你人不在美国，那我们就不能办美国的银行账户了吗？当然不是我们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你还可以拿到一个绝对合规的美国的住宅地址。这儿我会给大家分享几种常见的做法，并且告诉你哪些方法真的有用哪些方法呢看似很简单，但是呢实际呢它容易被银行系统识别出来基本上呢这就是属于一个浪费时间。那么浪费时间不说呢，基本上当你一旦被银行标记的话，后续的话当你想要再申请的话就很麻烦。 OK， 那这里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那在进入具体解决方案之前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先要搞清楚美国的地址到底是怎么分类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地址在银行眼里都是一样的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 GPT 来看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些问题你不用自己去想你可以用 GPT 这个大模型这些问题在它这儿分分钟就能帮我们梳理出来如果这里你还没有 GPT 视频下方有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你可以直接去买个现成的。那么这是怎么分类呢？美国的地址一般是分一个真实住宅地址，还有一个分就是一个商业地址。那住宅地址大家就很好理解但是住宅地址也很难。住宅地址相当于有人真实居住的房子，或者说是公寓的地址。如果说你要申请个人的账户，或者说申请信用卡，一般需要的就是这种住宅地址。那这里商业地址呢？商业地址它就不一样它通常和公司办公室仓库邮件转寄的这些呢，它会更偏商业地址就是当银行审核地址的时候他们接受材料的优先级其实是很明显的他们接受材料的一个优先级其实是很明显的。最强的就是地址证明通常是另外一家美国银行出的银行的账单。比如说你已经有了大丰银行的账单，你再去申请美国的银行的时候可以用大丰银行的一个可以用大通银行的一个银行账单作为地址证明。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像屏幕前的这种水电网的账单，比如说电费的账单网络的账单那你还可以用保险单或者说租约的一个协议但是银行通常它不会接受它和商业地址呢有关的一些材料，现在银行系统都是自动化的。大家知道现在 AI 出来之后很多都是自动化的，他们可以很快识别出来这些地址和邮箱的信箱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这种 POBOX 地址这个基本上是直接被拒绝的那很多非美国的居民呢踩坑踩在这里。这种很明显一些这种邮件转接的服务，虚拟办公地址，或者说随便买一个美国的地址但是呢银行的系统一查马上就能查出来这个地址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你能想到办法使用你在美国的朋友或者说家人的地址你比较熟的朋友，你直接让他给你一个地址这是比较靠谱的一个方法那因为这个地址呢它其实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是银行寄出借记卡或者说是信用卡的时候呢，它可以寄到这个地址。第二个就是开户申请的时候作为一个形式上的联系地址，它并不会真的把你的地址和对方绑定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呢你跟你朋友解释清楚，大多数人他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用做什么事情只是把地址填到申请表里面，后续有邮寄什么的可以让对方帮你来转寄给你，不重要的一些邮件也可以直接丢掉。账户开好后呢，大部分的资料都可以转成一个电子通知这些重要的文件就可以通过邮件发送，所以就不用去依赖实体的一个信件
那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呢，需要说清楚啊，最好是找关系比较近的人啊。简单直接说，比如说你想申请一个美国的银行，需要一个美国地址啊，你去和你的朋友或者亲戚去直接就跟他说哈，你就直接告诉他，因为你要申请这种银行账户哈，需要提供一个地址证明。那么你的朋友同意，你就可以直接让他给你地址。那这个是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办理一个低价的服务啊，让他产生一个账单。比如说，你可以开通一个便宜的电话的服务啊，或者说家庭网络的相关服务哈，每个月呢大概就是10到20美金哈，这样子啊，这样你就可以拿着一份呢写着你的名字，并且对应这个地址的真实的账单哈，就可以拿来做一个地址的一个验证。接下来非常的简单，你可以从一些相对宽松的一些银行去申请，比如说一个 NC 呀，比如说你可以从这种审核相对宽松的一些银行开始，比如说 PNC 的话，它对外国人申请相对友好一点啊，也可能接受这类的材料啊。等你先开好这个 PNC 账户以后啊，你可以用这个 PNC 的银行账单作为新的地址证明，再去申请一些相对严格的一些银行，比如说美国银行。那这个方法的优点就很明显哈，成本很低哈，地址是真实的住宅地址，而且不会被银行标记哈。缺点但是也很明显，那你要去跟你的朋友去要这个地址，你肯定是需要麻烦别人，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哈，很多人不一定每个人他都愿意帮这个忙。那再话说回来呢，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呢，你没有在美国根本就没有认识的人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另外一种选择。那么就是找一个真正被系统识别为住宅地址的虚拟地址，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因为大部分的虚拟地址呢，其实都是商业地址，系统银行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当然，这里呢也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这个平台AnyPayBox 啊，这里我提到的所有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啊，大家可以暂停哈，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网站呢，它原理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会提供很多的地址啊，可以看到这里地址信息哈，每个国家的都有啊，什么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啊，什么德克萨斯州啊、纽约啊这些很多地方的地址都有哈。但重点不是我们不能随便选一个地址，我们要先检查这个地址它到底能不能被系统呢归类为住宅地址。下面你可以看到你想要哪个州的都有，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德克萨斯州的啊，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个大概就是10多美金。那我们怎么知道啊它有没有被标记为商业地址呢？这里有一个专门查询的网站，那这里有个查询的网站呢叫 Smarty， 也是一个美国地址验证的一个工具哈，这儿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你找到的地址呢，在这个上面来进行一个搜索。这儿我们比如说我们把刚才找的地址，我们直接点击进来啊，这儿我们来把这个地址给它，我们把这个地址来给它复制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到这里来搜索一下，直接点这里一个查询。接下来你可以查看一下这个结果哈，你直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结果，鼠标往下拉就能看到它的一个结果。好，这儿我们直接点哈，鼠标往下拉，拉了之后这里有一个分析后的输出结果。好，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直接显示这里是被标记为商业地址，也就是说这个地址呢它是不适合用的啊，基本上呢你用了它也不会通过。好，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来试一下啊，这儿再复制一下，查看结果啊，这个查询的结果可以看到它和刚才一样哈，也是属于一个商业地址。好，那这里我们再换一个地址来看一下，这儿再搜索一下。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址呢，它显示的就不是商业地址了哈。这里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它这儿就是属于一个住宅区的地址。那么这种地址就是可以用的哈，但是你也一定要记住，这种情况不是永远固定的哈。地址呢，它可能会被大量的使用，也有可能会被标记，后面被重新归类。所以这里呢，你可能需要多试几次，找到一个真正可用的地址。那么这个网站上面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地址非常的多哈，提供各种各样的地址哈，操作原理一样，大家可以复制，直接都可以去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住宅地址。当你找到一个可用的地址的时候呢，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有30多块钱的，有9块多的啊，你就可以去直接去购买。每个地址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呢会有一点点不同啊，他们可以帮你收邮件、扫描邮件，或者说把你的邮件转寄给你啊。如果银行借记卡寄到那里，他们可以通过联邦快递呢寄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接下来呢，一个地址的问题，
这个是找到一个地址，接下来一个问题，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地址证明怎么解决一般的人呢，他会使用一个租约的一个协议，或者说类似能把你的名字和这个地址绑在一起的一个文件。那我这里有一个模板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有需要这个模板的，我也会把它的相关链接来放在视频下方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住宅的一个租赁这里会有一些什么租赁方它的一个就相当于像一个租赁合同一样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在这儿你也可以把它直接下载下来你可以来填写一下这里面一些相关的信息，填写证明你和这个地址之间有租赁的一个关系。那么大概的一个操作方式就是这儿你可以把附近的一个地址呢写成房东的地址，把你自己呢写成是租客下面的内容呢你可以读一遍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租约的一个模板。最后你在后面填上对应的房东的签名以及你作为租客的一个签名这个是非常详细的差不多呢一共是有10几页。这个真的很多银行的工作人员他其实并不会真正的仔细看你这份文件他只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份文件当他输入到系统的时候来证明这个是处于合规的一个要求有一个美国的地址。所以这个方法优点就是你不需要去麻烦别人你不需要再去单独去找人去弄这个问题。缺点你需要花时间去测试一下当然这个成功率它肯定没有你的家人或者你朋友提供的一个住宅的地址那么稳定这么多页可以看一下你根据它的相关要求去填写就行了后面还要再写上你的名字，你看可以看到租户的房东的。下一个选择和上面的属于雷同同类，但呢它偏更高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帮你拥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地址那就是说你去开一个美国公司当然这个美国公司不是让你自己去开这个可以让一些注册代理直接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你可以通过用这个注册代理来办理一个美国公司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地址。这里呢相关的美国注册公司的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儿之前郁金香也有讲过如何在美国去注册公司这里之前有给大家讲过最新的美国注册公司的一个教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后期当你做跨境电商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公司的这个就很重要不需要你人去美国就只需要一个注册代理就直接帮你搞定这儿相关链接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都能找到。再下一个选择它属于一个更偏高端的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这个就叫一个 VPN， 它的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那么这个点开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滑，那么这儿呢我们点一下顶上这里有个定价，那这里有几种选择，比如说有商业界地址还有什么一些街道地址下面这个是属于一个住宅地址，这里我们直接点进来看一下。好，这里可以看到那它这里价格呢大概呢是在250到400美金左右一个月如果按年付的话那大概是在250美金左右。上面的话这里有虚拟地址有邮箱，那这个不是用这个大家鼠标往下拉，这个服务呢它其实很特别这里那这个呢他们会和一些有闲置住宅空间的一些房东合作把这些地址以远程的方式租给你相当于其实它这个是真实地址，就专门给我们这种住在其他国家的人。这儿就相当于你拿到的不是一个共享的地址也不是那种已经被成千上万家公司用过的地址你拿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专门分配给你的地址只和你有关系它跟刚才的那些地址都有区别这种呢它也不是银行看一眼就会被标记大量使用的地址。如果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更像是你租了一个房子，注册以后你就会获得实体的一个地址这是它的相关的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这里当你购买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实体的住宅地址，并且可以拿到这个地址对应的1年的一个租约的一个协议。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申请配套的文件，比如说水电账单、煤气账单、网络账单等等，这些文件都和这个和房产绑定，并且显示是你是这个地址的一个居住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有点像租公寓，只是说呢你并不真的住在那里成本比真正的租一套公寓更低。这个适合什么人
他就比如说你是做的是比较正式的、比较严肃的一些业务，尤其是交易量比较大的，需要开多个银行，或者说你特别想要从一个合规的角度更稳的方案，这个服务哈，它就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到了这个阶段的话，你肯定不想再用那些可能随时像这种地址已经被使用很多遍的。当然，它的价格哈也是不便宜每个月大概是在$400左右。但如果说你的业务已经有了稳定的一个收入，并且呢你确实依赖美国的银行体系的话，那为了更高的稳定性和安心性这个成本其实还是值得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拿到真实的地址证明正式的一个租约真实的水电账单以及银行追问时能站得住脚的一些文件。另外一个方法那么就是真的去租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也用过这种方法确实是你就直接能去美国去使用一个短租的地址。如果说你要计划开美国的个人银行账户比如说大通银行美国银行都需要你本人去美国线下办理，那你很可能你可以直接选择去线下办理，你直接去租一个房子，在那种情况直接去租一个，用你实际的地址来证明你在美国的居住在你入住期间呢，你可以尝试把某个公共业务服务或者说服务账单开到自己名下，用这份账单来证明，可以进行地址证明，再到银行去开户并拿到你需要的文件。等你离开美国以后呢，再把银行通知全部改成电子信息这样以后你就不需要再依赖这些实体的邮件了。当然，这个方法缺点也非常明显你需要找到愿意配合的房东并不是所有的房东都愿意。这个方法还有，如果说你在美国没有熟人，那你可以主动去找到一个联系人，或者是去结交一些美国的朋友。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大家可以来到 Fiverr 这个平台Fiverr 这个平台真的很强大它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平台我也把它的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搜索这个服务，比如说美国地址的一个助理负责邮件的处理和行政的支持，长期合作你可以在这里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点击一个搜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自由职业者他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你掏钱他帮你办事情你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拿到一个真实的住宅地址，而且这个地址呢只属于这个人他不是共享地址，也不会被标记出来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可以合法合规的当然这个相当于是你是花钱的你可以在这上面去找一些需要提供这些的帮助的这些人具体的你可以去沟通这上面有很多找到提供这些服务的人约定好比如说后期有银行卡让他直接用快递直接给你邮寄就可以了这里面它是邮寄全国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整个流程也是比较清晰的这里也需要注意，如果说你需要别人帮你处理邮件的话，去邮局国际快递你肯定需要给对方合理的报酬说白了其实就是要花钱这个方法它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这个呢只能作为一个备选方案。当然你不想走虚拟地址路线的时候，它确实这个方法你去直接花钱去找人，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去试一下。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如果地址证明当你把地址问题本身解决以后，你还需要真实的文件来支撑这个地址银行最信任的这个地址证明呢，通常还是需要另外一个美国银行出具的银行的账单，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方法先从审核比较宽松的银行，比如说先从一些小银行先去注册拿到银行的账单以后，再用这个银行账单再去申请比如说美国银行其他一些可用的一些选择呢，比如说公共事业账单你也可以用家庭电话服务它的价格呢最低也可以$10一个月你可以先去开通一些这样的服务你可以先拿到账单，等你的银行通过审核的时候，你第一份银行账单你再去取消这个服务拿到一些手机账单它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思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试一下。再次强调一下当你拿到地址之后，一定要来这里来好好的来分析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看到的地址这里呢，它确实被归为这种住宅地址而不是商业地址你就可以去用这个地址。记住这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它可能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通过银行的审核，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不要急于看那个东西就直接去付款，可能你就会多花很多的冤枉钱这一点很重要大家花一点时间在这先查清楚，然后再去走下一步。OK， 那今天郁金香就给大家
分享了一下我们如何去获得美国地址的一个方法哈。那这儿呢，如果说你也对跨境电商感兴趣，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哈。如果说你想要申请去注册一个Shopify 啦、独立站啦，想要做跨境电商的伙伴呢，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这期视频非常详细，1个小时的讲解哈，大家可以从零开始来学习如何搭建一个电商网站有收款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上期视频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直接去解决你的一个收款问题。相关的视频大家都可以来我的频道去观看，喜欢我记得订阅我，所有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